OK， 我们现在人在北海道，我们现在带着100万日币，我要在日本买房子。这次是直接签约加交屋，整个全部一起啊，等一下再讲，我们先赶快过去，时间有限。我们现在抵达了我们的车库。嗨，こんにちは。现在来开箱我们的房子，耶，新家，今天第一天正式交屋，刚刚交完对，屋。其实刚刚是在里面签约的，但是还是带大家从外面看一下。这是我的玄关，不对，这边还不是玄关，这个叫做雪厨室，就是让你回温一下用的。来，欢迎光临我跟他。讲一下，你看这边有我们的油桶，然后过来这里，这边是车库。好，Go。这里就是我们的玄关呢，现在已经开始有雪虫了。快要下雪了。你看我们的玄关及空间还蛮舒服的，就是现在房子因为它已经50年了，所以颜色有一点深。我不晓得是以前就这么深，还是木头颜色越来越深。然后这边有一个雪鞋柜柜，刚刚签约，这是房仲准备，等一下会收走。然后基本上它已经有整理过，算是比较干净的。没有打扫，它只是把它里面遗留下来的东西清掉而已。这边有一个化妆室，深色的感觉，看起来还行，又要整理。好，这边通往2楼，等一下再看。我们先来我们的客厅。你现在看到的东西呢，都是中介的，是我们刚才签约的位置。总之，除了这个地暖之外，其他东西都会搬走。然后有一个不知道能不能用的暖炉，这个是中介的，但至少我们有一个吸顶灯。我有遥控器。所以我们的客厅看出去是别人的院子。然后这边可以通往我们的车库。这个房子呢，之所以会这么便宜，最重要的原因来了，我们这间房子有破洞，这边破了一个大洞，超可怕的，这个修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所以这是我第3次进这间房子。我们第一次来看屋嘛，看的时候发现这边有一个大洞，然后我们跟中介约第2次。那一次呢，我们找了维修人员来看，要评估说要花多少钱才能修理好。之后我们就回台湾了，然后在台湾用 LINE 啊联系啊，决定要签约啊，这些都是用线上处理的。确定这笔费用我们有办法支付、有办法负担，我们才确定要买。然后现在是来第3次。好，打个岔，这个房子呢，原本是100万，我砍了20万，最后是80万日元成交，相当于台币16万元。大家觉得可以吗？好，再继续看。这间房间呢，应该是前屋主睡的，它还是状况最好的。哦，看起来是这样子。还有一个还可以有一复古的个灯。超级大的日式衣橱，所以这里面的木板看起来换过，还有一只熊，这只熊是房东特别留给我。这边的东西啊，都是请房东留下来的，就看一看，觉得可以留个纪念。那只熊在吃鱼，然后它有这个是一个老虎的画，然后2个摆饰的，然后这个是脚踏车，对，车库的脚踏车，他留下来给我们的。好，然后接下来是比较恐怖的地方。恐怖的地方有这么恐怖吗？这间是厨房，日本的房子就是 LDK 嘛，living room、dining room 跟 kitchen。然后这个厨房的地方呢，能搬的都请他搬了，除了这微波炉，我觉得看起来应该还可以用，所以就叫他留下来。但是就是你看得出来有使用痕迹了。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这个房子的水管，冬天的时候破裂了，冻伤。这北海道的危机就是这样，所以呢，我们还要再花钱修水管，不知道多少钱。不晓得，而且那时候没有注意啊，这边还有一个固定的柜子，这柜子看起来有点可怕。我感觉我们来这边探险。然后这更衣室的地板呢，感觉也需要维护，有一点软。你确定我们现在可以？现在是几月？现在是10月。10月。我们下次来是12月了。我觉得应该是开春以后了，我们再来大翻修。这边有一个这个他们必备的洗手台，这是我们的热水器，不知道能不能用，希望是可以用修理的。就整个都在整理，然后看一下厕所。有浴霸有浴霸，这样就不用买了。可是我没有看到风啊，它装在哪里？看不出来啊！我知道了啦，这个是控制那个热水器的。日本人喜欢泡澡嘛，这个可以回温。可是这个看起来也是有一点这好深哦。这看起来有点复古，刷一刷就可以了啦。所以你看到这个有没有？这个就是让水流回去，然后它再加热，你就不用一直放热水出来，它会帮你再加热。好，高级货。哦，那个角度现在才10月，你冷，
我现在已经觉得不知道之后该怎么办。接下来我们去参观2楼，一样是木头地板。这2楼就可以感受到明显有一段时间没有人住，因为你看这个窗户，哇，这个木头跟这个窗花有没有？哦，这至少还是有2层的哦。但这一层应该没有什么保温作用啊，一样可以看到隔壁。那我们4周都是房子啊，当然看到隔壁，就是这样。这是我们的第一间，这间洋室。洋室，这个叫洋室。对，洋室就是这种平的地板。哦。有非常多的橱子。我发现慢慢都会打开。通风，又大又深，你看。这个也有痕迹，但这个已经是 OK 的。又大又深。我们有请专业的屋顶维修人员来看过，他说这个是旧的漏水痕迹。对，是 OK 的，已经处理好了。看一下，这是洋式的阳台。阳台，这算阳台吗？你没有住过日式旅馆吗？外面会有对对对，这边还要放椅子、小桌子。对啊。好。这是开关，这是插座吧？这是插座的安全锁。插座安全锁，你看这个插头，要把它堵着，都很复古。好，下一间。下一间还行，我觉得楼上味道比楼下好，楼下应该有那个漏水的一些霉味。然后这是我们的和室，超级大的壁橱，这间超大的，一样是榻榻米。这个是做什么用的？你知道吗？这个是电视 cable 电视线，还插着电的，但因为没有看电视，拔了省电。太好了，省电的。这间好大哦！还有，这是我们请屋主帮我们留的，是我留的。你看，我觉得它长得很可爱，跟你很像。再来啊！然后还有2个这个茶园的木盒子，我觉得很可爱，也请他留下来。就是这间蛮不错的吧，可以招待朋友来睡。招待朋友。2楼的问题就是夏天热，冬天冷，但是我相信开窗就会凉，开窗就会凉。你看，看出去是这样子。我们这房子没有冷气。对耶，也不需要冷气啊。可是需要大量的暖气。到目前为止，大家觉得我们房子怎么样？还行吧的，台币16万还要怎样？好，我们待会修理水管的人会来。我们看一下车库啊，花园啊。我们这个楼梯很陡，所以上下要扶好。真的，其实我觉得这边看起来还行，就是上面的灯比较丑。你看我们这个木工。它是这个50年前的设计。我跟你说，这房子我们之所以会买啊，其实有看中它很多优点。我现在看不出来哪里有优点。它虽然有破洞，但是至少我认为它的基础是好的。因为买这间房子、盖这间房子的人，他一开始他的条件就比较好。怎么说？你看，你光看这个。看哪个？有几个人会做这种硬体设施的壁炉，可是那个壁炉我现在看起来颜色，你虽然不满意它，但是做这个壁炉的人代表他50年前他就有条件做壁炉。还有一个孔固力的烟囱，可是烟囱我现在可以干嘛？不是这个排气就从这边排，就不用从这其他地方排啊。你没有这个烟囱，你就不能把壁炉装中间。哇，讲的好像很厉害。对，好，我们来看我们的车库，直接这里居然有个扶手。有啊，要不然你怎么穿鞋子？我会觉得说这间屋主的条件比较好。你看我们门口的树，这是一个红豆杉，可是花园看起来要整理，它看起来蛮惨的。现在还有一棵松树，所以你看会在门口做造景的人，我告诉你，养树不容易啊，所以他的生活条件应该是不错的。那我们怎么养？我们养死了就大家就请见谅。或者有没有原因？然后你看，告诉我们，别人的油桶，我们的油桶。我们油桶跟人家长得不一样，还是比较旧，特别可爱。可是你不是说它不能用了吗？但不晓得到时候来他会说这可以维修，还是他会叫我们换，我不知道。那先这样。那我告诉你，进我们的仓库再跟大家讲。这算是仓库加车库。你一进来就会看到这台奇妙的机器，这台呢是地暖。我
知道，我知道，有一个说地暖的，它会让这个走道这边的雪融掉。所以就是什么样的不用除雪人可以让自己家门口的雪自动融化？有钱人，所以他盖的房子的基础条件一定是比较好的。等一下，我有一个疑问，这个可以用吗？不知道，就它是坏的，不是，就算它是坏的，就是知道说当初你盖房子的条件是好的。像这种条件好的人，他盖房子盖的不会差。你看我们这里面，我们车库的这个木头，感觉都非常坚固。其实我觉得它里面这个车库还不错。对啊，这种比较高的车子是可以进来的吧？这应该有170几公分。这边还有一个脚踏车。我现在穿鞋子会撞到，但是我觉得可能接近180。哦，这台就是我的车，现在是我的战车。屋主留给他的。那至于这个门要怎么开，我也不知道。以后我就是在这边剪片，工作室。工作室也会冷死。我跟你讲，等一下，这边有个楼梯，然后上去，这边还有2楼，这边2楼储藏室，看一下，上面长这样子，很多灰，看起来有点脏，之后再整理。不知道怎么开。上一次不是我开的，哎，开了，需要一点技巧。哦，小心。我们这个房子因为很老，所以都有点边界不明确的问题。但大致上你就沿着这个地砖吧，大概就是我们家。所以我的客厅。蜗牛那一只圆圆的是什么？卫星电视。刚刚不是我拔掉了吗？这边有2个天线，一个这个卫星天线，还有一个是那个台湾家里应该都看过吧，有线电视的。房子就是50年前的设计啦，但是50年前房子这样子，我也是觉得已经蛮好的。你注意看我们的车库外墙，跟这个房子的外墙是一体一致的。然后你看我们的外墙的感觉，它绝对不是50年没整理，这都是有整理过的。因为像这种房子，它的外墙跟屋顶啊，10几20年都要维修。所以它的屋况其实你不要看里面那么恐怖，我觉得外面感觉还行。因为外墙修理啊更贵。不要说修理，你光油漆，外墙油漆起来就要好几10万，近100万。这看起来没有除草，拿去哪里？这后面的草好像越来越高了。这看起来怎么整理？哎，那个是什么？树倒了，是我们来别人的。好问题，我要回去看一下我的地质图。是不要用到别人。那是我们的吗？弄到别人就好笑了。这中间有一条水沟，感觉水沟过来是我们的。这片是种地瓜的吗？不知道。我们其实有准备小礼物，刚有给房东，给屋主1份，然后这份是要给房仲。你刚给他，你拿给他。OK， 房仲帮我们起灯油跟水管的业者来了，然后看了一下，就是说我们把钥匙留给他们1副，接下来他说我们下次来就可以有灯油有水。那比较麻烦的一点是我比较意外，因为我之前上网看人家影片，他们都有那种自动排水功能，我们这没有。他说每一次要排水跟恢复呢，要找他们业者过来。超尴尬的，我觉得有一点点麻烦，可能我回去做一下功课，看看有没有那种自动的装置可以安装。不然每次找人家来就觉得超奇怪，因为我们没有居留权，所以我们一定会来来回回。好，这集影片就这样子咯，欢迎下面留言告诉我们，你觉得这房子想买吗？还是什么？就是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？觉得这实在太荒谬了，居然在北海道买房子，你还不能常住。我就想一想也觉得疯了。可是这真的很便宜啊，就是我在台北，我连一间厕所可能都买不到吧。哦，对了，我们还没有解释，我们这间房子虽然它开价是100万元，然后最后我们杀价杀成80万，不过呢，在北海道这边买房子的中介费，我看了几乎所有的中介都一样，最低费用就是33万，所以不管你买多少的房子，要加中介费，对，还有代书，代书费是19万2，我不晓得是不是因为外国人他要翻译，那总之我问 ChatGPT， 他说这价格是行情，是合理的。你有什么经验，欢迎告诉我们，应该行吧？我觉得我还是比一般人便宜蛮多的。拜拜。所以我有疑问哦，他是下次来就全部修好了吗？他说水跟灯油都会修好。他说费用啊，预估的价钱我们会在 LINE 上联络。那你看我们这个可爱的油桶，对吧？然后很大桶。看这个滤芯里面多脏啊！重点是它这好像之前有倒过，所以你看这个线，你觉得这个油过得去吗？我不知道。这是铜管埋地下过去，所以反正我觉得看起来很复杂。对，就是需要维修。好啦，就这样了，拜拜。好，拜拜。拍到了，终于拍到，超多的，这都是雪虫吗？对啊，白色的。它正在吃果子。